我死后才知道，萧景爱我入骨，最后为我而死，而我却亲手把他送上了绝路。一睁眼，我回到了8年前。这一次，我只想赢回他。既然你执意要走，本王成全你。那声音沙哑的像被砂纸磨过，透着一股子死字的灰败。我猛地惊醒，心脏还残留着前世惨死时的剧痛。眼前是摄政王府的书房，那个男人背对着我，身姿挺拔如松，却满是萧索。萧景，我的夫君，那个被我害得身败名裂，最后却抱着我惨死的男人。记忆瞬间回路。昨天我受了端王萧成的蛊惑，在宫宴上当众指证萧景的养母德妃行巫蛊之术，皇帝震怒，德妃被囚，萧景为保我，自愿交出一半兵权。我到底做了什么？前世我会欢天喜地拿起这封放弃书，奔向端王的怀抱，看着萧景被流放被劫杀。感情里最可怕的是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的武器，反过来深深伤害你。拿着它滚出摄政王府，去找你的端王殿下吧，本王护不住你了。苏玲，你走。他在忍着心被我反复践踏的痛，那种抖法不像是愤怒，更像是恐惧。走，我这辈子要是再走一步，我就真是猪油蒙了心。我不走。苏玲，你又在玩什么把戏？昨天金轮殿上，你不是恨不得本王去死吗？我错了，我那是脑子进水了，我被人下了降头。这一次绝不放手。萧景，我不离婚，我死也不走。你要是敢赶我走，我就吊死在王府门口。可面对他，我的眼泪根本不受控制。苏玲，为了帮萧成拿走我剩下的兵权，你连这种苦肉计都愿意演了吗？前世我到底是有多混蛋，才会让这个权倾天下的男人卑微到连我的爱都不敢信。我不演戏，萧景，我是真的想做你的妻子。从今往后，谁敢动你，我就杀谁。端王也好，皇帝也罢，我要让他们把欠你的统统吐出来。王妃爷，端王府来了个嬷嬷，说是奉端王殿下之命来接王妃过府，还带了顶软轿，就停在前院。来得好。萧景的脸瞬间沉了下来，嘴角抿成一条刀刃似的线。我拉住萧景的手，让他进来。王妃，端王殿下特意备了一箱首饰，说是给您的赔礼。殿下说了，委屈您嫁到摄政王府这些年，从今天起，他一定补给您。轿子就在外面，请王妃移步吧。这副嘴脸真是恶心至极。前世我会满心欢喜地跟他走，这一世，你家殿下的话，本王妃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回去告诉萧成，本王妃今天泼的是茶，下次再敢来接我，要的就是他的命。摄政王府的门，端王府的狗不配进，滚！我转过身，正好对上萧景的目光。你真的不走？他看着我，眼底翻涌着极其复杂的情绪。我这辈子死也不走。纸屑纷飞，像一场迟来的雪。萧景看着地上的碎纸，什么都没说，但我看到他一直紧握的拳头松开了。就在这时，门外再次传来侍卫焦急的声音：王爷，长乐公主提着剑闯进来了，说是要教训王妃替您出气。来得正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还下意识地护着我。苏玲，你这个毒妇，我哥哪里对不起你？你要这么害他？前世我最烦的就是这个刁蛮任性的小姑子，可现在看着她为萧景出头的样子，我只觉得亲切。前世这个时候，萧雨正在快快乐乐地筹备和魏征的婚事，不知道自己嫁的是一条喂不熟的白眼狼。半年后，他就会被魏征亲手绑上送往北狄王域的马车，最后殒命在异国风沙里。这一世有我这个嫂子在，谁也别想动我萧家的人。萧雨，把剑放下。哥，你还护着他，他都要爬到端王床上了。我知道错了。你说什么？我说我错了，我不该听信谗言，不该伤害你哥，更不该像你一样被男人骗得团团转。你胡说什么？我胡说？你那宝贝未婚夫镇北将军魏征，此刻是不是正带着一个怀孕的哑巴医女进城，还对外宣称是你的救命恩人？这是极为隐秘，连萧景都未必知情。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个义女是北狄的七公主拓跋玉，她根本不是哑巴，肚子里的孩子是你未婚夫的。他们打算用这个孩子里应外合，让你那镇北将军当上北狄的驸马，只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他不是蠢，不可能，魏征他是不是去看看就知道了？妹妹，想不想亲手教训那个负心汉？夫君，你信我吗？你要做什么？证明给你看，我要做你的妻子，也要做你的刀，谁伤你我便砍谁。为了证明诚意，我当夜画出了端王府的暗道图，那是我前世为了幽会摸得滚瓜烂熟的路线。当萧瑾看到那张图时，他捏着图纸的手指节泛白。他没有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些，但我知道不问比问更伤。你是不是想问我一个内宅妇人怎么对端王府的密道了如指掌？他的目光落在图纸上，没有抬头。因为前世我就是从这条路去找萧城的，每一条路每一个暗门，我比端王府的人还熟。这是我欠你的，我不想瞒你。那一眼里没有怒火，只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看到了一根稻草，却不敢伸手。你既然知道这些，那就让它变成刺向他的刀。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因为我的过去而推开我，而是选择和我并肩向前。我知道信任不是一天能建立的。他们以为我在低头，其实我在系鞋带，系好鞋带才能跑得更快，把那些踩过我的人一个个甩在身后。去将军府的路比我想象中更安静，而萧瑾靠在车壁上闭目养神，仿佛对外界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但我知道他在听，他的呼吸，他的心跳都比平时要快上几分。我在赌他对我还剩下最后一点点不忍心。你到底想做什么？打脸的最高境界不是扇他一巴掌，是让他亲手拆掉自己的台。魏征，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快去通报！通报？我可没那个耐心等。王妃，公主，这不合规矩。规矩？今天我就是规矩。萧瑾跟在我们身后，他没阻止，也没说话，这种默许就是我最大的底气。好一朵娇弱的白莲花！王爷、公主、王妃，你们这是？小雨，你来了，我正要派人去接你，快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玉儿姑娘，当初在战场上救了我一命，现在发作就落了下头。哦，救命恩人，看着不像医女，倒像是哪家养尊处优的小姐。被看穿了吗？王妃，玉儿她生性胆小，还请您不要吓着她，而且她嗓子坏了，说不了话。是吗？本王妃看她气色不错，不像是嗓子有恙，倒像是有喜了。哼哼，你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我？王妃，有些话传出去可不好听。您在宫宴上诬陷德妃娘娘的事，满朝皆知，如今又跑到末将府上无端生事，指着一个清白女子说三道四，这要是传到陛下耳朵里，只怕王爷的处境会更加难堪。小雨，你别听你嫂子胡说，她被端王迷了心窍，整日疑神疑鬼的，你也是知道的。好啊，魏征，拿我前世的黑历史来堵我的嘴，还想离间我和萧雨，我不怒反笑。魏将军说的对，光凭嘴说确实不够，那就让御医来说如何？查就查，末将行得正，坐得端，倒要看看王妃还能编出什么花样了。来人，给玉儿姑娘搬把椅子，别让人家站着受累。看你还能翻出什么老话。这位王妃果然是蛮不讲理。笑吧，等下有你们哭的。好，很好，台子搭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才越响。空气安静的像一根绷紧的弦，魏征甚至端起了茶杯，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一副随便茶的笃定。回王妃，这位姑娘确实喜脉，已有3月。轰的一声，整个正厅炸开了锅。魏征自己说的行得正，坐得端，他自己拍着胸脯说的查就查。没有人逼他，是他自己把脸瘦下来给我扇的。魏将军，您方才说什么来着？行得正，坐得端，听到了吗？
我还没打完，怀着我大梁将军的孩子，说不清身份来路，是想做什么？离间我皇室与将军府的关系吗？你敢羞辱我！不是哑巴，口音倒是不错，字正腔圆的。不过你敢羞辱我，这是北狄语法的倒装说法。我大梁的姑娘可不这么说话。完了，全完了！魏将军，你这救命恩人到底是哪国人？该不会是北狄的公主吧？他终于明白了，我不是在试探，我是全都知道。从一开始，他就没有任何赢的可能。如果被他抖出来，就是诛九族的死罪。王妃，王妃饶命！是末将御下不严。我没理他。本王妃教训一个来路不明、企图诛胎暗结、混淆皇室血脉的贱婢，你也敢瞪眼？字字诛心！别说你，就算你肚子里的孩子，本王妃想处理，也不过是一碗汤药的事。你信不信？就算你消失在这里，魏正也只会把你扔到荒郊野外，连个草席都不会给你。她堂堂北狄七公主，从生到死都没被人这么羞辱过。可此刻她连还嘴都不敢，因为她一张嘴就是自曝身份。我毁了魏征的名声，暗示这医女身份有异，逼得她不敢声张，只能强忍屈辱。一直沉默的萧景终于缓缓睁开了眼，他没看魏征，没看拓跋玉，而是看着我，那目光里多了一样东西，不是怀疑，不是试探，是重新认识。复仇这件事最难不是动手，而是不动声色的赢。嫂子，谢谢你。一家人说什么谢？前世我们斗了8年，最后却成了悲惨结局的伴。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他重蹈覆辙。萧景一直没说话，但我能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不再是纯粹的冰冷。回到王府，我刚想喘口气，管家就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但我认得那字迹：端王萧成，想救萧景，今夜子时，城南茶楼一叙。这是续命丹的残渣。脉象虚浮，后继无力，这是身体被掏空的迹象。我瞬间想起来了，前世我被刺客围杀，是萧景为我挡了一剑，那一剑淬了毒，虽然保住了命，却也伤了根本，需要一种叫续命丹的药吊着，而这药一直控制在萧成手里。前世我不知道，还以为他身体强健，直到他死，我才知道他这几年过得有多苦。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所以他才那么急着给我放七书，不是不爱，是怕他死了没人护着我。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疼得无法呼吸。萧景，你是不是一直在吃端王的药？胡说什么？别骗我了！你是不是以为我走了你就可以安心去死了？苏玲，别闹了。我知道他还是不信我，也好。我捏着那封信，心里飞速盘算，前世我会慌慌张张的独自赴约，然后被萧成拿捏的死死的。这一世，我苏玲虽然前世瞎了眼，但我不傻2次。萧成约我今晚子时在城南茶楼见面，他手里有你的解药。你告诉我做什么？因为我要去，但不是一个人去。我去演戏，你在暗处接应。他以为我是去投奔他的，等他把药交出来，你的人直接围了茶楼。他不会那么容易上当。他会的，他信了我8年，多信1晚上不难。在他眼里，我苏玲就是一个见了男人走不动路的蠢货。这种蠢货忽然求他帮忙，再正常不过。他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好，若有危险，你退到我身后。这是他第一次选择站在我这边。他的语气很平，平的不像是叮嘱，更像是一个做过无数次噩梦的人在提前排练怎么保住梦里那个人的命。我心里一颤。当所有人都以为你在演戏时，最好的回应就是把戏演成真事，然后让他们追悔莫及。这副皮囊下是何等肮脏的灵魂。灵儿，你终于来了。解药呢？别急啊，我们有多久没这么好好说过话了？看着他这副惺惺作态的脸，胃里真是一阵翻涌。萧成，别废话，你知道我来是为了什么？为了萧景，他有什么好？一个快死的人了，你跟着我，我保证你将来是皇后。我对皇后没兴趣，我只要解药。解药可以给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说。离开萧景，跟我走，今晚就在这里。你以为我不想吗？萧景他根本不拿我当人看，他把我看得死死的，我恨透了他。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灵儿，等我登基那天，你就是……他就是什么？你，他竟是来做局的，我绝不能认输。嫂嫂，你不是说你恨透了皇兄，要跟他一刀两断吗？你快过来，我保护你。前世的招数，今生可不管用。我确实说过恨透了他，不过那句话里的他，说的是你。萧成的脸一寸一寸的垮了，这个细微的动作，比千言万语都让我心安。萧成，你手里的续命丹，本王已经不需要了。王妃前几日画了你府上密道的图纸，我的人顺着密道搜了你的药库，续命丹的配方已经在本王手里。萧成的脸唰的一下白了，他终于明白了，从苏玲在书房撕掉放弃书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输了。多谢端王殿下千里送药，改日再谢。苏玲，你给我站住！夜风很凉，但我的心是热的。摄政王殿下，你是不是在偷偷笑？萧景拿到续命丹的配方后，太医院连夜配药，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好，但他对我的态度依然是小心翼翼的疏离。他不再推开我，但也不主动靠近，像是在悬崖边试探。但8年的伤疤不是一场戏就能抹平的，他不信我，没关系，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他看。出去。那天晚上，我沐浴焚香，换上了一件他最喜欢的红色纱裙，端着一碗安神汤走进他的房间，喝了它，对你身体好。既然你不动，他的身体僵住了。萧景，我是你的妻子，从身到心都是。你是谁的？是你的，萧景，我只是你。第二天他醒来时，看到躺在他怀里的我，眼神复杂，但他没有再推开我，甚至当我起身要走时，他从身后一把将我拽了回来。他的声音闷闷的，像个别扭的孩子。我笑了，心里像灌了蜜。身体上的亲密是信任的第一步，接下来我要做的是拿回属于他的一切。第一步就是救出德妃。那段时间，我频繁的恶心干呕，以为是忙碌之下吃坏了东西，便没放在心上。我买通了太医院的院判，对外宣称我怀孕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1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京城。萧景听到消息时，正在书房处理公务，他手里的狼毫笔啪的一声断成2截。他冲进我的房间，死死盯着我的肚子，眼神里是狂喜和不更置信的交织。真的？太医说的。他一把将我抱起来。朝堂上杀伐果断的摄政王，此刻傻得让人心疼。我知道我在骗他，心里很愧疚，但我发誓，等一切尘埃落定，我一定给他生一个足球队。只要进了这扇门，这戏就得做足全套。陛下，自从德妃娘娘被关进冷宫，臣妾夜夜噩梦，整日里心神不宁，胎相也是不稳。太医说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皇帝老了，最信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尤其关系到他还没出世的皇孙。他立刻下令重审德妃一案。我早有准备，利用前世的记忆，引导大理寺的人找到了那个陷害德妃的关键宫女，人证物证俱在，德妃的冤屈得以洗刷。她被放出冷宫那天，萧景亲自去接的。好孩子，我们萧家欠你的。是我欠萧景的。德妃被放出，意味着皇帝的态度有所松动。萧景顺势上奏，以边疆不稳为由，拿回了之前被收走的那一半兵权。我们的第一仗赢了。而与此同时，萧景对我的态度也在悄然改变。摄政王莫非是被王妃牵着鼻子走，连德妃的案子都要靠妇人出面？王妃说的话就是本王说的话，不服的可以把词绸递上来，本王替你批。朝堂一片死寂。这件事传遍京城后，所有人都知道了，摄政王妃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而我在王府里听到消息时，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前世他也是这样护着我的，只是那时候我不配。这一世，我要让自己配得上他的每一分偏袒。日子刚好过几天，新的麻烦就找上门了。端王妃柳若烟给我下了帖子，邀我过府一叙。柳若烟，我前世的好闺蜜。就是他一步步引导我，让我恨上萧景，爱上萧成，最后落得那般下场。但这一次，他的帖子让我起了疑。帖子上写着：
妹妹久不来坐，听闻你近来种种行事，与从前判若两人。姐姐备了一份大礼，想当面送给你，保你受用。与从前判若两人，这句话看似闲聊，实则透着一股不寻常的意味。他怎么会用这种措辞？除非他心里有一个从前的我作为参照，而且对我现在的变化感到了不安。我心里一动，把这个疑点悄悄记下了。我一进门，他就屏退了左右。妹妹，你看这画中人像谁？前世，这就是他的杀手锏。他告诉我，萧景娶我，只是因为我长得像他的白月光。前世的我因为这句话彻底崩溃。这画是萧景母亲照着他母亲年轻时的画像画的吧？你怎么知道？因为我问过萧景啊，他说他母亲说过，将来要娶的妻子就要像他外祖母一样明媚张扬，所以没有什么白月光，我就是他命中注定要娶的人。这画我收了，回去裱起来，挂我们房里。你骗人！萧景怎么可能告诉你？他为什么不能告诉我？我是他妻子，他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倒是你，守着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和一个不属于你的王妃之位，你才是那个可怜的替代品啊！萧成心里从来没有你，你知道的，对吧？他怎么会知道？他的眼神让我一瞬间确认了心中的猜测，那不是单纯被戳穿计谋后的愤怒，而是一种剧本被改写的茫然和恐惧。一个普通的端王妃在计策失败后应该是慌乱或恼羞成怒，可她眼底有一种更深的东西，像一个知道结局的人，眼睁睁看着结局被篡改时的崩溃。她也是重生的，这个念头一旦生出来，前世所有的事情便有了解释。为什么他总能精准地踩中我的每一个痛点？为什么他的每一步棋都像是提前算好了？为什么他永远恰好出现在我最脆弱的时刻？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和我一样活过一遍，只不过他重生后选择了用同样的方式再害我一次。若贤姐姐，你那些招数这一世最好一个都别再用了，因为剧本是我写的。他终于意识到，我知道的远比他以为的多。他以为握着我的前世就能拿捏我的今生，他忘了这盘棋的规则已经变了。你母亲画的？萧景看到画，耳根泛红。谁给你的？柳若烟。他想用这幅画挑拨我们，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所以他白费力气。倒是夫君，你小时候就按着这幅画找媳妇儿呢，那岂不是说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动心了？没有的事，没有的事。萧景，你这个嘴硬的男人，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让你学会把爱说出口。解决了柳若烟，我开始着手处理魏征。我让王府的暗卫放出消息，说镇北将军府里藏着一个怀了孕的北狄奸细，一时间满城风雨。御史台的奏折像雪花一样飞到皇帝案头，皇帝想压，但萧景不同意，他直接在朝堂上甩出了魏征和北狄私通的书信。这些都是我凭着前世记忆告诉他去哪里找的，证据确凿，魏征百口莫辩，当场被打入天牢。抄家那天，萧雨亲自去了，他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隔着牢门将那封休书扔到了魏征脸上。小雨，我是不得已的，我是为了你才……为了我，你把北狄公主的孩子揣进我大梁将军府，你把通敌叛国的罪名挂在我萧家的名下，这是为了我。我彻底失去他了。魏征，我曾以为你是我命里的光，现在我才知道，你是我命里的劫。从此，我们两不相欠。我看着他挺直的背影，知道那个曾经恋爱脑的小公主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长乐公主萧雨。魏征倒台，端王萧成失去了一条臂膀，成了惊弓之鸟，但他不甘心。一个习惯了谋划天下的人，不会因为断了一条臂膀就认命。他狗急跳墙，选择了最蠢的一条路，逼宫。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条路也是我替他选的，要让萧成再信我一次，光靠一封信远远不够。毕竟茶楼那一局，我已经当面背叛了他。他虽然蠢，但不傻，不可能无缘无故再上一次当。所以我提前给他搭了一出好戏看。魏征下狱后的第3天，我故意在宫宴上与萧景大吵一架，起因是我偶然发现萧景收着一个女人的香囊，我当众摔了酒杯，哭着跑出宴席。萧景黑着脸追出来，我们在御花园里不欢而散。这一幕被我安排的人确保传进了萧成耳朵里。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和萧景在外人面前处处不对付。我搬出了主院，萧景几次让人来请，我都拒之门外。府里的下人们都在窃窃私语，说王妃和王爷怕是要闹到不可收拾了。苏玲，你这究竟是苦肉计，还是真的决裂？这些消息一字不落的传到了宗人府里的萧成那里，他信了一半。我已经在萧景的饮食中下了药，宫宴当天他会浑身乏力，无法调兵。
让萧成放心起誓，我会做他的内应。这定情之物专门留着这一天用。这大梁江山和天下，终究都是我的。这大梁的天下，终究是我的了。父皇，儿臣也是为了大梁江山。逆子！等萧景毒发倒地，等他站到我身边。萧成得意地看向我和萧景。端王殿下，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你忘了看看今晚京城的兵马在谁手里？魏风氏，你骗我！对，我骗你。殿下不是一直觉得我蠢吗？蠢人忽然和萧景闹翻，又来求你帮忙，你就信了？这叫什么？这叫请君入瓮。这一剑是你欠本王的，剑势破空，精准击中。你凭什么？萧景没有回答他，他放下弓，转过身，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轻柔的吻。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辛苦了。整个太极殿鸦雀无声，文武百官跪了一地，一个个把头埋到地上，大气都不敢出。端王被废，囚禁宗人府，朝堂上的势力被重新洗牌，萧景的地位稳如泰山。那天晚上，他在书房处理政务，我在一旁给他研墨，他看着一份奏折，无意识的喃喃自语：这次绝不能再让苏玲死在怀里。你说什么？没什么。你也有前世的记忆？不全是，只是些零碎的片段，像噩梦一样。我只记得大雪天，你重伤虚弱的倒在我怀里，身体一点点变冷，还有些特别痛的瞬间，像烙铁一样印在脑子里，怎么也忘不掉。我好怕苏玲，我怕这一世我还是护不住你。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一开始那么决绝地推开我，为什么在我回来后那么不敢相信。他不是不爱，是太爱了，爱到害怕。前世我倒在他怀里，是他一生的痛，这一世他怕重蹈覆辙。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他在书房递出放弃书时，肩膀为什么会发抖？他在马车上叮嘱我推倒人后时，为什么语气那么平静却那么用力？那不是一个丈夫的本能，是一个记得阻止惨痛结局的人。小姐，这一次我们换个结局。尘埃落定，我那假怀孕的戏也该落幕了。我正琢磨着怎么跟萧景坦白，求他不要责罚我时，灵儿，怎么了？恭喜王爷，贺喜王妃！王妃这是真的喜脉啊，已经4个多月了。4个多月，也就是说，在我假装怀孕之前，我就已经怀上了。那些日子里的恶心跟呕，根本不是吃坏了东西，而是实打实的害喜。我买通太医院院判演戏，以为自己在骗全天下，结果全天下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老天爷，你是故意的吧？我看着萧景，他也看着我，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半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摄政王傻乎乎地问了一句：“那之前那个也是真的？”太医们面面相觑，不敢说话，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老天爷待我不薄，他不仅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还把最好的礼物送到了我身边。我怀孕的消息传开后，柳若烟彻底疯了。她买通了我身边的丫鬟，想在我的安胎药里下药。可惜我身边的人早就被我换了个干净。当那个丫鬟端着加料的药进来时，被萧景的暗卫当场抓获。苏林，你凭什么？凭什么什么都让你占了？该做皇后的人是我。柳若烟，你到死都不明白，你输的不是我，是你自己。苏林，我也是重生的，我也受过苦，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他果然也是重生的。这句话印证了我在端王府时的猜测，他果然也是重生的。难怪他前世能精准地算计我的每一步，那不是算计，是照本宣科。而这一世，他重生的比我更早，却依然选择了同样的路。你重生了，本可以换一种活法，可你选择了用同样的方式再害人一次。柳若烟，老天给了你第2次机会，不是让你变本加厉的。他瘫坐在地上，终于无话可说。萧景下令赐下他的终局，结局和前世他用来对付我的那杯鸩酒一模一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叫天道好轮回。柳若烟死后不久，老皇帝大概是受的刺激太大，一病不起，没多久就上位了。上位诏书上写的是摄政王萧景的名字，群臣跪了一地，山呼万岁。萧景却迟迟没有接旨，他在等，
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在等什么。直到我挺着7个月的肚子，一步步走到他面前。回去告诉唐上皇，朕可以登基，但朕有一个条件：废除六宫，朕此生只立以后。满朝文武一片哗然。陛下三思，自古天子立六宫，广纳后妃，绵延皇嗣，乃祖宗惩罚，不可废也。满殿文武交头接耳，议论声嗡嗡作响。这群老匹夫！大人说的祖宗惩罚，是前朝后宫争宠、外戚干政、皇子夺阵、血流成河的祖宗惩治吗？端王萧晨为什么逼宫？因为他的生母在后宫斗争中输了，他从小就憋着口气要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德妃为什么会被冤入冷宫？因为有人要用后宫的手段去扳倒缠朝的势力。镇北将军魏征为什么敢通敌叛国？因为有人许他一个国丈的位子。所有的祸端都从六宫开始，大人还要这样的祖宗惩罚吗？诸位放心，本宫不贪恋后位的权柄，因为本宫要的从来就不是一个皇后的名分，本宫要的只是这个人好好活着。苏玲，嫁给我。他说的不是做朕的皇后，他说的是嫁给我，像一个普通男人对心爱的女人说的那样。登基那天，他亲自牵着我的手走上那99级汉白玉台阶，脚下是山呼海啸的万岁声，在最高处帮我整理了一下凤冠上的流苏。前世没给你的，今生我用这江山全都补给你。陛下，江山我不要，我只要你。江山是你的，我也是你的。5年后，母后，你看，父皇！这小机灵鬼又拿你父皇的奏折胡闹，真是个调皮的小家伙。又在捣乱。有你们在身边，真好。好温暖的怀抱。朕的江山不就是给他们捣乱用的吗？陛下，长乐公主殿下又打了3个来求亲的世子，现在正在教场舞剑呢。你教的好妹妹。那叫英姿飒爽，不叫打人。后来我才明白，最好的复仇不是毁掉他们，而是过上他们永远也得不到的生活。而最好的结局也不是赢了天下，是那个曾经输掉的爱人，我又拼尽全力把他赢了回来。这一次没有错过，没有遗憾，只有我和我的少年郎，还有我们的一世长安。